Hello， 欢迎收看小王子点 TW。那今天呢，小王子很荣幸，我们把2台目前国内可以买到的白牌3轮车，通通都请到了现场哈。目前如果你在台湾，你要买3轮，大概就只有这2台，分别是哪2台呢？一个是 Aviva 的 AD1 200，另外一个是雅马哈的 Tresty 还有125跟155可以去做选择。目前如果你是白牌，那你有喜欢3轮的朋友，你大概只有这2台可以做选择。今天我们就这2台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外观跟它们的一些内装的一些稍微比较看看。好，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2台车，那个时候其实以我自己个人主观，我会觉得这一台 Aviva 是比较宽的。可是问题从官方数据上面看起来，却是 Tresty 125这一台的车身是比较宽。今天我们来实际量测一下，我带了卷尺来。首先我们量测什么？首先我们先来量测它的轮距，好不好？现在量测轮距，因为当你今天你要停进停车格的时候，第一个会遇到的就是轮距，你要专车的时候，轮距一定是很重要。量一下 Tresty 125的轮距大概在48公分左右啊，我们这量不一定精准，只是我现在做个参考比较而已。48公分，那以 Aviva 200，它的轮距在56公分，所以很明显它的轮距是比较宽，因为它也用了比较大颗的轮胎啊。Aviva 用的是120/70 R13的轮胎，而 Tresty 用的是90/90 R14的轮胎，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轮胎是扁平比，它的轮胎扁平比是比较高，但是它的宽度是比较窄，而 Aviva 的 AD1 200它的宽度是比较宽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身最宽处。车身最宽处大概就是你真的停到停车格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嘛。车身这个它大概是后视镜，后视镜宽度是96公分，后视镜宽度96公分。那以这个 Tresty 来说，应该是手把，宽度是72公分。所以官方数据上面，它的72公分来自于是它车身最宽处，但是在 Aviva 它的70几公分来的，我觉得应该是风镜，它风镜的这个就是它车身的宽度不含后视镜来说，大概差不多是在60几70公分左右。好，看一下2台车最大一个不同是什么？2台车最大不同，第一个在它的前轮结构，好，前面都是2个轮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你们来看一下它的所谓 LMW 的机构有没有看到？它有4支避震器，1、2、3、4，就你会看到4支cushion啦。1、2、3、4，相较于 Aviva 的 AD1， 你会发现它只有1支避震器，那它2边是以双 AB 的模式来做一个缓冲。差别是什么呢？看一下这一台，当它遇到比较大的落差的时候，它其实更能够去吸收大落差。我先把单边抬起来，发现了吗？有没有？它单边的那个落差性是可以蛮大的，而且完全不会影响另外一边。那相较于 AD1 200，它也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落差，但是它的容忍度就没有那么的好。不过它是可以稍微站立的，就是它是可以靠平衡去可以站立住，但它完全没有办法靠任何的平衡。你平衡感很好的人，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站立。它就是2轮车的那个概念。你想2轮车，你很难去让它站立着嘛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办法自己站立，所以它几乎都是要架中柱的。接着呢，我们看到车尾的部分。车尾的部分呢，2台车其实它们尾灯、刹车灯都是采用 LED 灯具。好，那当然 AD1 它更好，它全车都有 LED 啦。至于 Tresty 它就是方向灯呢，本身是采用一般的传统方向灯，大灯也采用传统大灯。它在155的部分有升级成 LED 大灯，但165是采用传统的大灯。避震器的部分，来这个我就必须要特别说了哈。Tresty 的避震行程非常的长，你看它一样是双腔的避震，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问题是，它的双腔避震是完全不可调的，没有办法调整。反观之下 ，AD1 200它就有预载了5段可调，有没有？它就本身有预载了5段可调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也是觉得，怎么会一台这么贵的车居然没有先预载，没有预载可调式避震，它居然是完全不可调的避震。接着哈，我觉得这台车 Tresty 它有设计有一个很大的缺陷，在125上面它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置杯架，可以看到前面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置物空间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很不符合台湾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人都很喜欢说买罐手摇饮，然后买个饮料，你看我要放哪里？我完全没地方放，所以这只能透过改装来去增加它的置物空间。这点是我觉得设计上真的一个很大的缺失啦。那在前踏板的部分，我觉得前踏板 Tresty 的前踏板空间算是合格，因为以3轮车来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的脚大概差不多是美国9号的脚，来拍一下我脚的特写。我的脚在这边，我的鞋子这样是可以，脚是可以放得下的。宽度还算 OK， 当然你要放电脑主机呢，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了。电脑主机是没办法的。好，那这边有个挂钩，我觉得这个也还算 OK 啦。
进水挂虽然不是防跳脱的，不过它有一定的紧度，所以其实它可以调在这个角度来说，它也可以防跳脱。后面这边不得不说，这个真的是很笨的一个设计，它没有飞旋踏板，它有踏板，但不是做那种所谓自动的飞旋踏板，是手动式的踏板，手动式的旋转踏板哈，所以出来进去都必须得要手动。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为人诟病。那但是它的踏板是大的，是宽的，所以踩起来是比较舒适的。这一边给大家看的是它的车厢空间，然后很多人想问，那车厢空间大不大？给大家看，来车厢空间。车厢空间来说啊，可以放下一顶3/4罩没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它油箱设计一样是在椅子底下，所以占了不少的这个置物空间。它基本来说放一顶4/3罩，那在这里还有凹槽，这个凹槽足以容纳4/3罩，比较高帽体的也是可以容纳得了的。坐垫乘坐舒适的部分，因为其实 Chesty 的设计呢就很像一般我们可能进站的那一种乘坐模式，你会发现它的坐垫是后面本身比较削扁的，所以削扁相对之下，它的泡棉厚度就没有那么的厚，但是它的乘坐空间宽度其实也是 OK 的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它坐垫本身也是够长的。相比之下 ，Adeva AD1 200它的坐垫设计比较特殊一点哈，有没有看到它前面的这个？驾驶座的部分，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做给你们看，驾驶座的部分没有问题哈。驾驶座的部分，因为它的深度是够的，所以驾驶在坐的时候没有问题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后面这个承载者的这一段非常的短，所以坐起来会非常不舒服。那它实际上谁的屁股会那么小啊？大概只有小朋友的屁股会那么小。不过还有它有个靠背，也稍微就是弥补了一点。但我真的觉得这一块应该要做一点修改，这不太符合人体工学哈。开关的部分很基本，它的开关大概就是它没有所谓的发动中开坐垫，这两台车都一样。我不懂三轮车为什么会设计都这么的老派吗？这么的传统 ？OK， 就是这基本的功能叫发动中开坐垫，但两台都没有哈，它只能够单段的开坐垫，或者是直接发动，就这样子而已。还有手龙头啊，也没有办法开油箱，因为油箱底下嘛，它其实就开坐垫。那 Chesty 它还有附磁石锁，还稍微好一点点啊，Adeva是连磁石锁都没有。两台车都属于全时点灯，所以这边你看大灯的开关这边都是干净的。拍一下大灯这边给大家看一下，啊，大灯开关这边完全都没有东西，因为两台车都是全时点灯，就是发动之后嘞，它就会开启大灯，发动就开启灯。啊，我觉得它这台设计有一个好处是它的仪表板，我让大家看一下它的仪表板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仪表板的部分，仪表板有点脏，我先擦一下。好，来。启动的时候会有点基本的动画，它仪表板的功能我觉得还算 OK， 就是很实用。这边有所谓的一个室外温度，很多人觉得室外温度不实用，但我个人觉得很实用。有时候你上了合欢山，你想知道几度啊？今天天气热，想知道几度？你看现在31度，我冒着这么热，然后在拍摄。那这边呢是它旅程表，旅程表的部分它可以做一个切换，有哪几段？你现在看到这是第一段旅程1嘛，然后这个是旅程2。然后这个是机油更换的里程，然后这个是皮带哦，这个比较一般车不一定会有皮带更换的里程，总里程。然后还有一个 F 是什么东西 ？F 的话就是当你没有油，你完全没油的时候，你还骑了多少公里，它会帮你记录在这边。我没油之后，我骑了几公里，还帮你写生在这边。然后中间呢就是里程嘛，这个是油量表，这边是时间，它是没有转速表的，它本身只有油量表、时速表，没有转速表。然后在上面它是水温也没有水温表，它只有过热的时候这边会水温灯会亮，然后过热水温灯会亮。那这边引擎喷射灯跟方向灯、远光灯，好，它的仪表板大概就是这样，也算是简单的。但是我觉得它的仪表板已经比 AD1 的功能来得好了。为什么 ？AD1 居然里程表只有一段，匪夷所思。那么大一个彩色仪表板，没办法显示温度那一些其他资讯，我觉得非常的可惜。刹车部分两台都是一样，前轮一边配置一片碟刹，然后后轮配置一片碟刹，所以总共两台车都一样，总共都会有3片碟刹哈。但 Chesty 有一个设计比较特别，是它在刹车系统的部分，它采用的是 CBS。CBS 当它刹后轮的时候。你从这个角度能不能拍到我的手？当它刹后轮，我左手是后轮嘛？当我后轮左手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前轮的刹车，很软，没有力。你看，来，你拍一下右边。我现在刹后轮，前轮刹车，你看一下这边，我一放有没有它放掉？因为 CBS 它会去联动前轮。当我没有拉的时候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所以当你刹后轮的时候，它会去主动联动前轮。但当你刹前轮的时候，不会联动后轮。这个 CBS 设计我也是很匪夷所思，因为一般我们应该都是刹前轮会锁死、会卡死，然后会造成可能会不稳啊什么的。但是它前轮却没有联动后轮，后轮去联动前轮。后轮的前轮有个缺点，什么缺点？很多人过弯会习惯减速，就稍微点一下后轮。他点后轮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子让你很轻松的减速过弯，因为它会连前轮一起刹。这个时候会造成车身会比较稳定，但稳定的相对就是你过弯没那么好过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各有利弊吧。但在单手刹车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方便的事，因为它会帮你把前轮一起拉，不会造成你后轮赔刃这样子。踏板的部分，刚才说 Chastity 的踏板我觉得蛮 OK 的，但是在Adiva 这边，因为它中间做了有点凸起，哈，它龙骨这边是有点凸起的，所以其实在脚要放的时候，放置上来说没有太大问题，因为你脚放置在这2块踏板没有问题。可是当你要这样平行移的时候，移不过去，而且中间这一块是没有办法放置东西的，所以你想买像小的饮料啊什么的都放置不下哈。你有一些小包裹要放置，其实都放置不下。相比之下 ，Chastity 的这一块就友善很多，因为它这边是做了一个全平面的，虽然它的3轮机构一样有一点点的影响，但是因为它全平面的设计，所以在这边还是可以放置你的包包，放置你的手提包，放置你的行李在这里。这在后视镜的配置上面也是不一样的。Chastity 的后视镜配置在了手把上面，所以当你手把转的时候，后视镜就跟着转，比较像我们一般125的，就是一般我们的速克达的配置。那 Adiva 的部分呢，它就把后视镜配置在了前面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后视镜前移，所以当它方向盘在转的时候，后视镜是不会跟着动的。我觉得这个好坏就见仁见智，因为有的人喜欢在手把上，有的人喜欢前移嘛，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讲到一个精致度的不是精致，就方便性。这一台车是有配备 USB 的充电口啊 ，Adiva AD1200有配备 USB 充电口在前方，但 Chastity 125是完全没有配备任何的充电系统。它在125的时候有改良，125在这边有配备了充电，但是125是完全没有。好，在驾车的部分呢，这是让我意想不到的 ，Chastity 125居然比 AD1200来得更重，因为它的中柱完全我觉得是没有省力柱脚的设计。它有多重呢？我跟你们讲，大概就是像架一个，因为它本身车重180几公分，其实比 SB Max、比 Force 都还要来得更重，所以你架起来绝对是比那些来得更重。加上它没有省力柱脚，每次要架的时候我都觉得，如果有一点点斜坡的话，哇，几乎是完全架不起来。那所以我最常用的其实是侧柱，但是侧柱它本身角度其实也是有蛮斜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感觉起来也是有点怕怕的。那它是完全站不住的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它就是想要站一点点都是没有办法，它马上就会倾斜下来，是完全站不住的。那在 Adiva AD1200上面来说 ，AD1200其实因为它有省力柱脚，所以它架起来你大概也不会觉得说有特别的重。我现在架 AD1200给你们看，现在我大概一踩，轻轻一踩，往后一拉就起来了，你不会花到什么太大力气。AD1200反正我觉得它是要下来的时候比较重，因为车重很重，它车重本身有200公斤了嘛，车重很重。那它侧柱的话也是一样，角度很倾斜，会觉得说好像车重太重，有可能把侧柱给弄断啊什么之类。但它是可以稍微自己站住一点点的。好 ，AD1200，你看我现在如果说让它保持一个平衡，它是可以稍微站住的，但是这个在 Chastity 上面是站不住。大概台车的差异，其他那些。主要的，因为主要特点这个行李箱的部分，这个我就不讲了，这是它的优点嘛。那个请去看 AD1 那一则专门的 AD1 的报道。那它本身它就是后面可能都要加一个后箱，因为置物空间不足的关系。